袁慎想要程少商变成更优秀的小女孩再向他求婚，结果程少商和楼瑶订婚了，和楼瑶退婚后又马上和凌不疑订婚了。所以在程少商和凌不疑退婚后，袁慎马上就开始追求程少商，生怕又错过了。但是袁慎整整追求了程少商5年，程少商才终于松口。程少商和凌不疑退婚后，袁慎也和蔡家退了婚。袁慎一直是左右逢源又太过于精明的一个人，但是他却一点谋划都没有，就和蔡家退了婚，彻底将蔡家给得罪了。皇后被废后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她想要看到程少商有一个归宿，但是袅袅宁愿选择毫无感情的废太子东海王，也不愿意选择一直在追求自己的袁慎。袁慎其实一直不在袅袅的择偶观里，他其实骨子里和萧主任很像，他想要找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人，但显然袁慎不是。废太子虽然识人不清，又过于优柔寡断，但是他是真的讲仁义，没有什么算计，而不像袁慎那般有城府。袁慎在和袅袅相识不久就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，那个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自己以后会爱上袅袅，他觉得袅袅不管是家世还是个人能力都是配不上自己的。他还想告诉母亲，头一次见面他就觉得他和那小女娘很像，哪怕再是灯火辉煌人间团圆，依旧喜欢跟在人群后面，依旧是踽踽独行，有一点风吹草动，首先是警惕地保全自己，怀疑对方的用意，没有全身而退的把握，绝不轻涉险地。那个时候的他只觉得两个人好像呀，而程少商则觉得袁慎并非他所展现出来的那般风光霁月，而是一个切开黑。对于这样的人，程少商并不想要深交，再加上袁慎老师黄甫仪的事情，他更加不想要掺和。过了良久，女孩缓缓站起，回头时眼神干净，她微笑道：再过1年多，霍不疑的责罚就期满了，陛下定会召他回都城，我们应当待之如老友，你们同殿为臣，总不好闹得太僵。以后我在家中宴请季通阿紫，总不能只许他一人来吧，到时你好好招待人家郎婿。程少商之所以会答应袁慎的求婚，是因为凌不疑还有1年就要回来了。他和凌不疑虽然退婚了，因为他在宫中照顾皇后，所以他一直有凌不疑的消息。他知道凌不疑身边已经有了红颜知己罗继通。他成婚不仅仅是因为想要完成皇后的心愿，他更想和凌不疑彻底了断，两人都应该进入新的生活，而没有对象的自己看起来好像过于可怜了点儿。这不就是前任定律吗？当他幼稚冲动不懂关心时，我陪伴他，开解他，纠正他。当他终于成为一个成熟、包容、有责任心的优秀男人时，他身边的女孩已经不是我了。很好，现在他也可以无缝带入这条定律。霍不疑是那倒霉可怜、付出良多的前男友，袁慎就是那下山摘桃子的。程少商以为自己和凌不疑的感情就是桑夫人和皇甫夫子的翻版，他已经自觉将自己带入皇甫夫子的角色，他甚至已经幻想过凌不疑3年抱俩的画面，而为了自己能够不像皇甫夫子在墙角弹琴那般凄惨，于是他答应了袁慎的求婚。星汉灿烂中，袁慎是袅袅的第3任未婚夫，却还是没能成为他的夫婿。虽然凌不疑才是官配，但是仔细想来，袁慎才是袅袅的理想型吧。毕竟袅袅和七七闺房夜话时，他说的择婿标准很明显是袁慎那种。凌不疑是少年将军，背负了太多，楼瑶向往自由与和平，却无法挣脱家庭的桎梏，只有袁慎名满天下，却又不入仕。加上经常看到夫子为了年少时的错误选择懊悔终身，对于另一半更是慎重，是个专情之人，并且也能够给袅袅所向往的自由平淡的生活，可不就是他的理想型吗？只是理想型这种东西原本就是空谈，没有喜欢的人之前，自然想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、最适合自己的夫君，但是遇到喜欢的人之后，所有的择偶标准都不再是标准了吧？如果
按照袅袅一开始的择偶标准来看，凌不疑其实是最不符合的。战场上马革裹尸，家庭关系复杂，母亲又被生父逼成了疯子，袅袅嫁过去要照顾这一大家子，根本无法过上她所向往的生活。可她依旧是步上了三叔母的后尘，但是却没有嫁给三叔父一样的元甚。凌不疑明明已经定亲，却为了给霍家复仇，亲手斩杀了倒卖军械的雍王，也就是皇帝最疼爱的弟弟。之后不顾阻拦，血洗仇人。虽然报了仇，却也因此断了自己的退路。袅袅拼了命求皇后保住他，只落得个流放的下场。但是他却和袅袅恩断义绝，哪怕明知是为了保护袅袅，我也觉得无法接受。更何况袅袅为他照顾了发疯的母亲多年，好不容易袅袅选择和元甚在一起，凌不疑又回来了。他其实给袅袅带来的更多是担惊受怕和伤害。之后元甚可以不顾世人反对，义无反顾地站在袅袅身后，也可以看穿袅袅的痛苦后选择成全，继续默默守护。他和袅袅看似三观不同，却又惺惺相惜，只是很遗憾他非男主。